要的屏幕啊。哎，你这个挺好，没有那个小鸟那个标志，我这免费版的有没有，那标志。没有，没有。然后是这样啊，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链接发到 Twitter 上去，然后我们发一个啊，你推发吧，我现在顾不上了，你发吧，我这个 Twitter 这几个那行，账号最近都用不了。好吧，这个在 Discord 里头直播。好，大家下午好，我们开始临时直播。对，这次是我嗯，跟宋说新语，我们频道的老 YouTuber 会员了，对吧？我们两个来去开一次临时直播。对，为什么会拉着宋说新语来去做一些临时直播呢？因为最近这个灾害天气有些多，而且真的是有一些非常的这个真的叫活久见的事情，就是你不会想到说有人会刮个风从楼里刮出去这个事情，对吧？然后出现这个事情以后，我们简直跟任何人说的时候都是觉得很难以置信，或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而宋说新语呢，又是录了很多关于灾害天气、地质灾害，很多的这种交通事故相关的这样的视频。所以呢，我们也找一个专家，然后呢给我们来讲一讲这一次南昌的整个的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就是怎么就能够把一个人从楼上面吹下来，这个实在是让我完全无法想象的一个事情。老宋，你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我是宋说新语的老宋哈，之前呢也和老范连过几次线。那么我呢是过去啊确实做了不少的这个灾害类的这个视频，但实际上呢我还真的不算是天气专家，算气象爱好者啊。那关于这一次的这个南昌的事故啊，当时确实是也是看了以后觉得很惊讶，就是应该说也对于这个出事儿家庭来说是很残忍的，老人和孩子呀同时被卷到楼下了。那就没了啊。这个事发地嗯，区啊，是南昌市的一个小区啊，他他是在当时南昌还是在呢是南昌下边儿的一个县里头啊对，它是叫清水，就是应该是叫豪嘉实业公司开发的一个叫伟梦清水湾小区啊，是这么一个？OK，啊，没在市中心啊。但是没这个在市中心。家里边儿都有人，哎，只是老人和孩子在一块儿住。事发的时是，候呢，就整个玻璃啊，加是门窗啊，就是连床垫子全部就卷下去了啊。这个就是我有点像看之前邯郸那个惨案那个感觉，就不忍卒视那种的。是是是，了解。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那个气候灾害？它不是台风。对，就是那么在事发前啊，这当地是有过一个所谓预警的，就极端天气的预测啊，就是雷雨大嗯，风啊。那嗯，么之前呢是有过几次的这个预警，并且呢从流出来的视频里看啊，就江西服装学院有些学生啊，他这个受暴雨影响比较大，也上传一些视频，包括后来的网上照片就多了。可以看到啊，整个一栋楼从上到下的这个窗基啊，几乎全部刮掉了或者刮歪了。是，嗯，那么关于这种啊，就是局部地区的这种雷雨大风啊、冰雹啊、强雷电啊，这种现象呢，其实就是预防是很难的。但是呢，嗯。这个问题的现在核心是什么呢？是到底这个窗户是建筑质量的问题呢，还是它自己装修之后影响了这个牢固度？所以现在呢，这方面还是有争议啊。嗯，了解。因为我们看到了，就是它整个吹出去是一整面墙没了，它应该是把一整面墙，甭管有没有承重墙，然后整个改成了完整的落地窗，然后给吹出去了。喂，老宋，老宋，你那边怎么哎，突然就现在我不说话了？在线啊，我就看你那儿一直现在不动了？可以吧？现在可以，现在对，它是因为我看到啊，不，它是把一整现在可以了。面的窗户都吹出去了嘛，就是它等于是它应该是后改的吧，就是把一整对。面墙改成落地窗。呃，看起来呢是这样的，因为有一些律师啊也在讨论这个事儿，到底是谁的责任啊？
你如果一是，个对整个这个结构啊，就是原来有的结构全改了。就像我现在住的小区呢，就是阳台是自己封的，但是阳嗯，台和客厅之间是有一个推拉门的，对吧？那这个对对对推拉门如果你再动过，那这个可能那就是你自己的问题了。因为这，OK，个阳台封的肯定是我自己的问题，推拉门呢是人家开嗯，发商建的。是，所以他现在呢，这个事儿呢，就是开发商现在呢也没有表态啊，说警方已经介入了，现在呢就是是。警方介入了，这么一个，开发商我估计那当然也不能那个男子马上就表态了，他得看领导你说怎么说，咱就怎当然了，么说了呗，对吧？是因为这个作为这个苦主啊，就那个嗯，男的哈，他的老人和孩子，没了，然后呢，他就是肯定有他自己的一些处理方式，那么如果开发商啊不明确表态，那他就报警。现在呢，警方介入之后呢，现在无论是问物业还是问开发商啊，都就是说没有什么说法南昌公安呢也没有说什么。这个小区啊，就是呃，这个类似的这种改造还不少啊，就是落地窗啊、门窗啊，因为嗯嗯嗯，从那个照片看到很多都被刮坏了，但是他这个是就这么巧，正好把老人孩子给刮走了啊，是，他这种是不是就是有他还是开现在开发窗户啊？商肯定要啊，因为你如果两头的窗户都现在呢，封紧的话，因为他不应该出这种事情吧？也不好说，就是说也不还好说，是要看施工质量。这个我最近不是在搞防水嘛，就我自嗯己上面的窗户为什么会下边漏呢？就是因为我北边也是很后座的阳台，我们这刮台风啊，第一次刮台风的时候，一个北方人到南方经历第一次高层楼宇的台风，我就用那个橡胶条啊，就是胶带纸嗯，把玻璃粘了个米字，我真的晚上粘了米字，很害怕。那个窗户在10级左右以上的风的时候，真的是来回响，很大的声音，害哦，怕。那现在它这个局部的风也超过10级了。如果嗯是比如说很大面积的中原没有立柱的，在一定的震动的频率下，再加上假如说密封条啊结构有点问题，就嗯，算关着也有可能给吹坏的。我是后来搜索过，在浙江台州啊，有一个阳台被台风整个刮掉的情况，我天，就是很吓人的，很突兀的，就是是是楼被咬掉一口那样的。所以现在是，开发商肯定要往你这个设备认证上，是吧？你这是不是3C 认证的玻璃啊，是吧？你的这个施工怎么样嗯，啊？你报备了没装修是有啊？不是哎，但是国内像装修这种是不是应该也是有这个设计方案的确认申报，然后这个设计完了以后的验收也是有这个过程的？开发商啊，按道理说他如果是个正规的开发商，他招投标什么好，这些合规厂家应该是问题不大，他怎么也得接嗯近这个标准。但是啊，你要是自己装修的，那开发嗯商都有很多理由，是吧？你比如说你嗯，到底是5毫米还是6毫米的这个玻璃，是吧？然后呢，你这个实际上阳台的这个最大块儿的这个面积啊，和它的玻璃厚度以及固定方式，它都是有嗯，关的，它是有规范的。如果你自己是装，你从外边找一个封阳台的，那可能他就不遵守这个规范。你在是这个铝材还有这个其他的钢材啊都不一样。是，因为前一段时间还有新闻是有人专门儿做那种一整块儿好几十万，也不是上百万的一块儿玻璃，然后就给人吊装去，对对，听说过那个，是吧？这个 这个现在，嗯，是挺难，对，像他这种估计再赶上就比较危险。对，然后我们是不是看一下这个位置在什么地方？非常危险，嗯。对，就是这个事发的楼，可以看到这个边儿，哎，这个图还比较清楚的啊，就是事发的时候啊，很多地方呢还是比较开阔的啊，还比较开阔的啊。那么，所以现在呢，就是落地窗的安装是一个主要的问题，哎，就是膨胀螺丝的安装，还有这个间隔等等，嗯，呃，总归是人的问题。哎，为什么别的房子都没有被吹掉，就这一户被吹掉的呢？要不就是这户的施工质量的问题，要不就是他自己的装修问题。当然也有可能就在这个出事的楼这块儿，这嗯。种极端天气突然加大，就是真正的天灾了。那现在确实比较难以判断啊，比较难以判断。对，因为我原来想的是说，它应该是一个，比如说因为建筑的这个形状，然后让这个风，比如说影响了风向，在某一个特定的位置上可以形成一个非常大的风。但我看它这个楼的位置其实是一个比较把角的地方。
对，也可能就是强风啊，就瞬间的强风。刚才说的，比嗯，如说，其实呢，就是大家知道这个有一个所谓的叫夏季暴流嘛，就是从上是，到下的一个特别快的一个气流啊，直接就类似于我们做那个公园儿那个游那个直接往下走那个游戏机一样那个东西啊，这嗯个气流啊接触地面之后呢，沿着地面迅速扩散，哎，这种啊就是雷暴天气这种单体雷暴的一个典型特征，它就是造成这嗯种强风、冰雹或者龙卷风。然后呢，假如说那个气流到地面后四处冲的时候，正好碰到一个弱的地方，比如说一个嗯，较大的玻璃，它可能就会把这玻璃给冲坏。正好冲出去，再一个就是，哎，这个所谓狭管效应，这个狭管效应呢就更难以判断了，是吧？你要在很嗯，复杂的这个楼宇里边有很复杂的气流，然后呢，大家在小区里边走的时候会发现，有时候刮风的时候，你突然就一阵大风就吹来了，对对这就是，对对对，哎，就这样的。那这个情况下，如果吹到一块大玻璃，是吧？它也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确了解。实是挺难判断。嗯。是，像他是出了2户吧，从家里吹出去，都在这一个楼里呢，还是说在2个不同的楼里？我印象中是在不同的楼里边儿吧，啊，一个嗯，是在这个叫清水湾小区啊，还有另外一个，反正这个总体来说呢，呃，就是这个案例啊什么的，因为风啊，大家知道不会只吹一栋楼的是吧？风的一过对，面积都是几平方公里，就是除了是，龙卷争锋之外是几百平米的，就是那个范围。嗯，所以这个情况下，为什么就这一栋的这一户弄起来？所以很多我看很多这个帖子下边讨论呢，里边注意点呢，一个是开发商的施工质量有瑕疵啊，可能就在这儿嗯，有个弱点；一个是呢，他改的有问题。我仔嗯，细想想也差不多是这个道理，是吧？风它不会是是是，挑着人嘛，它只会到弱的对，弱的地方啊。对对对，但是他这一块的话，他们是从11楼还是从十几楼把人吹下去的？嗯11楼吧，应该是十一嗯，楼。这个啊。就反正这个下去了，也就不用再有任何的侥幸心理了，比较有实际想法儿的，通过。对，你这个从这个现在看啊，就是这个安门窗啊，安装，因为我最近在做这个防水嘛，我真的注意了，因为我现在怀疑我的墙漏水呢，就是因为那个它装阳台那个塑钢门窗的时候，往下嗯，打那个膨胀螺丝，它把那个墙面的防水打穿了。雨呢，啊，风大的时候呢，顺着这个玻璃到那个推拉槽里边儿，再从槽里边儿通过那个膨胀螺丝孔渗到墙里边儿了，我是这么怀嗯，疑的哈。你看它现在这个推掉了，那个膨胀螺丝都给拽掉了，啊，这个劲儿得多大钱呀？是吧？你这个安装落地窗，膨胀螺丝的这个间隔呢，大概是有要求的，不超过半米，就是50嗯，公分，你得有个膨胀螺丝。那你嗯，说，好，很宽2米多的一个窗户，如果它省事它只打了2个，那强度就嗯，明显不够了。对，实际上呢，没有这么极端天气也就够了，你就是撞你都撞不坏的，说实话，哎，这个窗户。是，但现在呢，就是，出现这种极端情况，你反正嗯，是膨胀螺钉的这个密度越高，它越稳固。你本身来说，下边是水泥，上边是塑料的或者塑钢的或者铝的这个材料，是吧？你只有通过焊接或者是膨胀螺栓把它固定起来。实际上有了解，的那个以前的钢窗，我们知道还要焊一个，焊有对，一个是吧，在这个水泥里边有一个预埋要焊起嗯，来的。那现在呢都是后加的，所以这里边呃，真的是很难说。反正室外风压比室内高嘛，然后你对，窗户的固定点再不够，你就容易造成脱落啊。另外，这个是，像高层住宅啊，这个最好是选用这种中空的夹胶玻璃啊，这个可能嗯，要更好一些。但是在这窝里南方的面可以有不好说，一定的防震，对，北方呢，因为保暖嘛，都是比较厚的玻璃了，啊，了解，挺惨的，了解，确实挺惨的。嗯。是。我看你还准备了一些什么样的图，啊，这是空调机，这就是对，这个当时咱们一夜之间不都看到很多这个图片嘛？嗯，它等于把空调室外机吹下来了，你看啊，空调机吹下来是什么概念啊？咱家可能都装过空调，空嗯，调机呢一般是4个螺栓，是，它是一个支架儿对吧？对对对，那么这个空调呢，主机至少有4条螺栓，就一个支架上2条，然后搁墙嗯，上连着2条。那嗯，么有的这个现在就像我们这小区设计啊，装空调特别难，它是装到一个狭长的槽子里边了，外边有类似于百叶窗这样遮挡，它为了好看，也为了防嗯，风，因为我们这是台风地区嘛，啊，那像内地很多地方没台风的，就是这么装的，它实际上是你按照空气动力原理，它是个突出物啊，很尖锐的东西，一刮大风，它就是受力是
它不可能做个整流罩儿是嗯吧？嗯嗯。嗯，你那看它你说像里边儿的那些他这种你说，像他这个应该是在凌晨是吧？对对对，正睡的时候，正睡的。你要是在大白天，我估计这空调还得有吊起来的，不能光挂这儿。啊，是。也跟现在这个空调呢，可能都不开了，不开的情况下呢，空调掉下来的概率更少。你空调一开的时候，这个机器本身在震动嘛，它自身嗯，的震动，再加上外边儿这个晃动，这个疲劳的这个弄，那我估计就掉下来就更多了。太危险了你看它，OK。里边儿那几个窗机都没事儿，是吧？在这个左嗯，侧上面里边儿都是，是在外边儿挂着的掉下去的。是，这个情况呃，啊，看起来呢，就是这个有点像这个下沉气流儿这个影响，下沉气流。像南昌这有点像。个地方，它算是个内陆城市啊。对，但是这次这个天气预报看起来呢，在整个儿这个江西啊，周边的都嗯，有这个长江中下游地区都有类似预测。第二天在杭州啊，在宁波也有这样的天气预测啊，也预报，哦，也害怕嘛，也是说可能出现这个情况，他怕这个预报不到。晚是，上的时候呢，我听风声是非常大，我就赶紧关窗嗯，户，但是还好啊，比台风要小多，因为这要经常过台风的地区就不怕这些。是。宁波是会过台风的，因为我对，是经历过2次台风，在上海赶上过一次，在杭州赶上过一次。然后在台北是。呢，是赶上了台风警报，然后但是那台风并没有来。啊，是预报错了啊，或者是误报了，或者是过度嗯，这预报了，蛮多的。其实危害呢，其实没有那么大，你起码有个防备。对对对，但是你就不能这个有这叫什么侥幸心理是吧？这个不能是因为嗯嗯，就跟这个俄罗斯恐袭一样，我3月8号预报的没袭，结果后边儿就袭了，你就哎，这是警报。个就没法整了，这个就没法整嗯，了，对。当时是你看啊，有预报的，是橙色的，橙色的是，这是吹哎。下去的，对对，这是这是这个人当时啊，家里头很多人家里边儿都发这种图片儿啊，很惨的嗯，啊，这个基本上都是一片狼藉啊，就是你看嗯，啊，这个也很明显，看了吧，脱槽了，这就是，是吧？这个推拉窗户脱嗯嗯嗯，槽了，大家知道它推拉窗户，咱成人都会摘掉它，对吧？往上一使劲儿，它下边是有个间隙的，下边是个小轮嗯，子嘛，这个风啊就让它上下抖，抖到一个合适啊，位置往里这样啊，一推，并且你看那个都没破嘛，是吧？这就是是是是，风给它把窗户纸摘下来了。嗯，这也是很所以瘆人。很瘆人。在这个天灾啊，这个大自然这种面前，我们真的是很无力的。你看晚上远处这个灯光是吧？是，一个微弱的蓝光啊，这晚上这当时拍的。所以现在嗯，我是强烈不建议啊，家里边装修的时候啊，就把我现在这个是客厅啊和阳台之间连接那个推拉门去掉。一个是你保暖受影响，你看似扩大点面积，但是它本来是2个功能区，是吧？你这去嗯，掉之后，你看这个防风时间啊，就差很多。有些人是喜欢把它打通了以后变成一个特大的房间。对呀，我朋友就这么做的，他装一个大柜机嘛，他这边冷啊，你像北方的嗯，有暖气还好，我说我这2层玻璃我觉得都不能保暖的，我是把阳台当成个是是是，缓冲的，结果他是是是打掉了，打掉之后冬天是真冷啊，冬天是真冷，OK，啊。是是是，了解。我的天啊，这是这是连根树连拔起的。根拔起。你看这个树直径应该是在，我觉得20多公分到30公分是有的，啊，二十你看这公分有，根是多大，嗯。这就是赶上台风了。这台风来的时候啊，你到这个浙江、上海啊这些沿海地区，经常看到这个地方，一排树有时候就倒了。嗯嗯，是，对，并且像江西啊这些地区，它这个树啊都没有防风设施。你要是在就是台风地区那个树啊，以前是4个杆儿，现在是8个杆儿，啊，就是树是拿杆儿尤其是支着的。啊，对，对对对，就是说老树不算啊，就是说新开发区新种的树，首先呢，大概1.5米到2米的地方呢，它有一层啊，有4个杆儿，它是一个钢的架子把它支住，然后在下边儿嗯，啊焊地脚。后来呢，发现不行，又在更高的地方，树粗啊，又在就是3、4米的地方呢，又有更长的杆儿，大概得有我7、8公分的这个钢管啊在支撑。我看这个代价，支撑的代价比树都不便宜。嗯嗯嗯，是。但是你不这么支撑的话，它可能没长大就直接吹走了。对对对，我是在19年、20年啊，19年去就是，
就是台州那边啊，就是当嗯时有个台风过境嘛，过境之后我们去旅游，一个山里边非常好，然后就一片山里边的竹，所有的树全倒了啊，就是嗯那个我是第一次见，就是你就没法想象啊，就是碗口粗的竹子成片倒一个没关系，成片倒是什么概念？然嗯，后我们走到那儿就回来了，就是景区就不让走了。是是。对，这个还是很吓人的一个天气。现在我们感觉这种就是极端灾害天气的密度在上升，这是为什对。么？是因为比如说新闻报道的原因，我们突然有这种人为感受呢？还是说这几年它确实就变多了呢？从这算我这3、4年前吧，我陆续做了不少的这个天气预报啊，这个就是嗯看着图给大家嘚不嘚。后来嗯呢，为啥不做了呢？就是因为国内的不让做了啊，然后呢，这个实际上呢，这类视频呢，在墙外看的人少啊。后来嗯呢，我就有选择做，嗯其中呢也看了有几次极端天气的时候，我都经历了。嗯总体来说呢，这不是一个偶然现象，我个人认为啊，不是一个偶然现象，也不是说新闻媒体报道多了。如果嗯说我们只看墙内媒体的话呢，它实际上它不会太多报道的，是吧？它是，OK，有选择报道的啊。嗯从这个整个啊，这个极端天气的形成原因呢比较复杂啊。那你要是说比较偏左的，就认同那个左派那套说法的话呢，就是整个这个气温升高啊，这个温室效应，以及呢这个比如说东太平洋的这个海温升高，嗯就造成了呢台风啊，以及我们西太平洋这边的极端天气啊增多。这里边呢，包括厄尔尼诺呀，包括其他的现象，嗯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这么一个模型。那你如果以最近十几年的这个尺度来看的话，确实是增多了。但是如果，OK，再拉长，拉长到100多年，拉长嗯到500多年，是吧？这个数据比起来呢，就是就反对的有另外一种说法，包括这个我们说，左派说的这些气温升高啊，这个温室效应啊，是吧？我们全球气候变暖了，是吧？你要往前拉啊，拉到明朝，是吧？再拉到唐朝，拉到汉朝，按照化石资料来说呢，它就是周期性的变冷变热，变冷变热。但是这个嗯，周期呢，可能超过我们几代人的生命。那么是，你要是说在他这个人的生命里边认为气温在升高了，那没错的，他这辈子嗯他就经历在气温在升高这么个过程。所以嗯，呢，这个极端天气啊，现在是我个人认为呢是防不胜防啊，不光极端天气，地震也是啊。像台湾这次地是，震都没有准确预报嘛，不是准确预报，没嗯有准确的这个短信通知啊，地震之后。啊。是，因为他这样，就是说，我在日本前两天也是他们告诉我说，日本今年整个的这个天气状态也不行，就是也是会各种极端天气或者各种这种灾害性天气要比往年要多。对，然后嗯嗯，因为我是前对，两天在日本也赶上了一次地震，就是正好在酒店里头，早上起来赶上地震，但我发现日本人还是相对哦，来说比较淡定，对，还是比较淡定，对。嗯，但这次台湾的这个那是是真的是很吓人，我看台湾是有房子塌了，而且也死人了。对，是的，这次呢，这个早晨起来，因为我这受影响比较大，可能你在北京啊，在北京北方感觉不到的。地区呢，受影响就小。对，我之前不是有几期视频，就是专门介绍这个花莲地震嘛。这次嗯，真的不夸张的说，地震完了之后，我是有点害怕了。害怕之后，我嗯，马上说，大概就是台湾的7级以上的地震，真的是这么说的。我太嗯，太还说呢，你又这个开天眼了，瞎说呢。你看预报嗯，啊，过了一会儿呢，预报就出来了，7.4级地震。因为之前嗯，的几次地震啊，它有个大概比较的。如果你在个地震区，比如说几次地震，比如台湾6级地震，我们这是怎么晃？5级地震感受不到啊，6点几级地震有嗯，2、3次，我在这边都感觉到了。所以这一次呢，感觉明显晃的时间长，并且它不是嗯，头晕的问题了，是站不稳，从床上刚起来时候站不稳，最后呢嗯，还是挣扎着跑下楼去了，害怕，真的是很害怕。那你还真下楼了。那主要还是你敢坐对这个电梯吗？我对这个对，这个没敢坐电梯啊，毕竟这个在这个台风啊、地震啊或者摇晃比较剧烈的时候，那个电梯呢，它很有可能会保护。嗯，我呢就拉着我太太，下楼了。一开始呢，她还没穿鞋，走了一层之后，她发现她光着脚呢，我不行，上去穿上一双鞋，我们就拉着手下去了。下去之后呢，发现有10%的居民吧，有几十个人，就我们的楼
在楼下嗯，等着呢。哎呀，什么都有啊，有个小伙子手就一直这么弄的。我说你害怕呀？他说你看看叔叔，你看他手里边攥着这个洗发香波，他正洗澡呢，要往头上抹香波的时候，突然反应过来地震就跑出来了，应该是裹这个床单光似的就下来了。我天呐，哎呀，啊百不然分之十的人还有更夸张的，嗯，对，我觉得都是年轻的。嗯，年轻的，很多人可能就没反应过来，也不怕。我是对开发商没信心啊，所以害怕跑出来的。好吧，好吧，你这个你这干的嗯，活儿还是原来跟建筑有点儿关系的，你说你坐电梯的，你对开发商真的不能没信心，坐电梯。对，我对开发商没信心，是因为我现在在做防水嘛，就开发商嗯，原来做的防水不好用，台风来了就泡房子。然后呢，我自己做完防水了，还正好抹第三遍这个腻子的时候，它突然地震嗯，了。我当时还真有想法我这楼还没腻好呢，你可不要出问题啊。回是，过头来，你要稍微理性点儿一想，这楼是不会有问题，因为我们所在的地区不是地震带，哎，周边几十公里就有核电站，它不可能有大的地震的。但那是呢，你们周围你还是害怕。哪有核电站啊？秦山核电站啊，就离二十宁波很近八公里，28公里，好啊，吧。对，离宁波，这个嘉兴、杭州都是几十公里，啊，还有中国这，第一座核电站。啊，这对，也所以我是很每次从那儿过吓人。的时候，我都是比较比较有想法儿就是了解了解。它核电站都建在没有这个大的地震区。嗯。但你瞧日本那个核电站最后但是日本那核电站最后是遇到海啸了。对，它首先是地震造成一定破坏，然后海啸一灌啊，等于是倒灌就给它弄坏了。那但是日是是，本啊，它是没办法的，它这个整个都是。因为人类对对人类对地震的这个了解啊，都现在来说，好在现在有大模型了。我觉得大模型可能真正发力的，我觉得就是这种海量的传感器数据的这么一个是吧？这么一个嗯，你不能叫整理了，它的一个深度学习，会不会根据过去的数据能做出的东西来？这这个个我觉得比天气预报要更有用途，是吧？唯一人类我觉得大模型还的人是类之光，干这个事我觉得就是儿稍微差点儿，大模型。这个事儿稍微差点儿，因为嗯，大模型最擅长的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对，读数据也这个是可以的，读数据也是可以。他读数据确实要比人读的要快，要这个量要大得多嘛。是，你感觉这一次嗯，震的话是多长时间？有个几十秒？我讲一下我完整的反应啊。嗯，我已经醒了，正准嗯，备起床的时候，讨论吃什么的时候，就8点钟左右。他报的嗯，是7点58分，那么到我们这儿可能就59分多点儿。我爱人突然说他头晕，嗯，他说他头晕的时候，我就反应过来，我自己起来，我发现就是直起身来的时候，坐起来就嗯，困难，坐起来就晃，然后我站起来就费劲了，我就扶着窗帘啊，拽着窗帘，真嗯，的是站不稳。就早晨起来的时候嗯，你站不稳的，然后我走了几步还站不稳，我说走吧。后来一想想，你在20多层，你去哪儿啊？你没法走啊！我拎着这个，我嗯，迅速就拽了一床被子，拉着他就蹲到卫生间门口那儿，就蹲到那儿了。这个本能嗯，反应其实是标准的防震姿势，但是嗯，还在晃啊，还是害怕呀。后来想一想，等到不太晃的时候还是害怕，我说咱们下去吧。于是就开嗯，始经过2、3句的讨论，我们达成一致下去，我就拉着他往下走，嗯，嗯，嗯，就这么着过程。期间从开始到不晃，我记着有十几秒到20秒，幅嗯，度很大，真的很大。嗯，就是如果你有就是这么长绳的吊灯的话，那个灯得这样晃。我有个图啊没放上来，就是杭州的有一个嗯，人的他拍的，他就是一个比嗯，较轻的这个吊灯，就是当了，你看这都45度是有了，这个角是吧？当了四十我天，五度得有了60度可能就那么明显。但是他因为他那个比较轻，可能正好那个频率比较就弄浅了。有人说了，说这个日本一开始报的是7.3，现在已经报到7.7了，比啊，1月1号日本的地震还高，这个是很吓人了。对，其实我们是，讲到这儿的话，我后来上楼之后呢，我就打开手机。是，对，我们讲到这儿呢，其嗯，实你说，是想讲几个事情吧。第一个呢，就是这种极端天气，就甭管是说过几百年循环一次，还是多少年循环一次，至少在这十几年里头，应该还是会稍微活跃一点儿吧。这个其他几百年之外的事情，对对，也不是我们能够该关心的事儿，对吧？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嗯嗯，就是说这个
比如甭管是天灾还是人祸了，就算是人祸，我觉得，就是南昌这一次呢，也就是从公安机关也好，或者说这个政府也好，他也不会说担这个责任，对吧？他肯定还是说你到底是谁出问题了，他还是会把它查出来，或者说会有人背对对，这个锅吧。这个事儿他肯定还是会有人背这个锅。而且在中国，我觉得大的这种建筑，比如整个楼盖好了的验收呢，应该还是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这个机构来去验收。但是呢，你每一家儿每一户儿的这种封阳台的这种呢，其实是相对来说，我觉得基本上没人管。对，对对，物业呢要看你住的小区是什么档次的啊，嗯有这种所谓上市公司的物业比较负责任的，他会审核装修人员的资质，他是没有嗯，能力做门窗的验收的，你想想是是，吧？就是门窗验收，即使是说让专业人士来验收，他也要嗯，从一系列的资质开始查起，他没法儿做是，破坏实验，是吧？没法儿做疲劳实验。所以真正因为这个所有的我们说铝合金门窗封阳台，它是一个现场装配类的工作，而这个质量嗯。确实是难保证。嗯，那么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这种规章制度，说，再去进行哎，室内装修的时候，然后需要取得某哎，些资质，然后对，进行某些的验收，有可能，有可能就是有可能。不停的加绳子啊，加这个绳索，就是说试图把这个安全给捆绑好。其实这个安全啊，是，就是从我们做工程的，你也投过标，我也投过标哈，就是说嗯，只要是搞施工的都知道这个 EHS 啊，就是这个安全健康管理这一块儿。那各种各样的标准，但是现在呢，已经到了个什么地步啊？就是给你说个简单的小故事啊。EHS 也好，还有各种各样的 ISO 认证也好，3大认证嗯，都算上。嗯，嗯，那按照你的印象，你说现在就是我开一个建筑相关的需要材料公司啊，或者是设备公嗯，司需要做认证的，你觉得我得花多少钱和多长时间能做完这个认证？不，这个从我的印象里就是每一次规章制度上升了以后呢，就是下边儿执行的人的迅速空间会上升，不会对这个事情有任何对，改变。就是的，等于是事情更难办，需要花的钱更多，需要拜的码头更多，没有什么其他的变化了。对对对，是的，是，反正我觉得这个规章啊制度会不会做一个比较大的调整？我觉得是不会的。因为它制度调整也要考虑到制度调整的成本。如果是个嗯，普遍性的事件，那肯定会引起更大的这个反响，会推动民意会推动往前走。但是呢，嗯，就针对这一次极端天气来说啊，这个他就三认为是偶个人啊发事件了。从楼上被抛下去了，哎，对，没是，错，是偶发事件，就是它的这个整个调整成本来说呢，它也要考虑这个。另外一个呢，就嗯，是呃当然对于这个行业里边儿一些如果最后查出来了啊，就是材料问题，嗯，那这个肯定是有个比较确定说法儿的啊，发证机构啊什么的会有说法儿。那你要是说装修问题，它有无证机构嗯，施工的，那这些问题嗯，都比较简单了，就怕最后是什么说不清，哎，说不清的可能性，就比较难办了。就开发商说不清这块儿呢，他嗯，对，这个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嘛。你比如说这个东航2周年完了以后，就是我们所有都没问题，查了以后从头到尾都是对的，对吧？这个就属于对说不清了。对，他可能给一个留白比较大的这么一个可能啊，我把我能说的说了，剩下你们自己猜。但是对于装修的人来说呀，就是现在嗯，买房装修的人来说，看到这个消息的人，看到甚至包括看到我们视频的人，让他嗯，自己也会心里边想想，你起码就是嗯，说，哎，你重新装阳台的时候，你打几个膨胀螺丝，你膨胀螺对，丝间距是多少，你这个东西就很嗯，关键。上边儿、下边儿、左边儿、右边儿，你的膨胀螺丝间距规范是不超过50公分，是吧？嗯，你就是一个膨胀螺丝才什么成本啊，是吧？你可以嗯，多打一遍30公分来一个，这我觉样的话是不是得就能膨胀对。螺丝是一方面，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这种太新奇大胆的改装就不要搞了，不要搞了，没错儿，保守一点还是，还是保守一点。尽量的就是按照楼原来的样子，然后我们去把它装一装就行了。嗯，对对，就跟改装车是一个是，道理。你改装嗯，车也是，你把原厂的很多关键东西搞掉了，你出了问题，人家是原厂肯定不承认的呀。是，是。那么当然本身可能你说，你说，啊，对。那么我没事，你说。下一个问题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当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该咋办？因为作为普通人来说，我们现在比如说刮大风了，该怎么办？对。
像以前你肯定冲上去关窗户了嘛。像对呀，就是像这个事故啊，像刚才咱们说的这个极端天气情况，都在睡梦嗯，中的，哎，能怎么办呢？是吧？对，但是呢，就是在极端天气在家里边儿啊，就是基本的还是要远离门窗，你包括这个外墙，你还是离它远点嗯，儿，是嗯，吧？你嗯，躲到和这个就是震动厉害、风大的这个相反的方向这个墙里边儿，最好是小房嗯，间，哎，你抱头蹲下，那地下室或者是半地下室是最好的。今天我下到楼嗯，里边儿开车的时候，我还想呢，说那会儿我要在地下室里边儿，我都不知道这个事儿，因为地震的时候嗯，在地下室里边儿可能都没什么反应。再一个呢，嗯，就是白天，如果你嗯，在车里边儿，哎，我在外边儿有一次去内蒙啊，开车遇见冰雹了，哎，内蒙草嗯，原上冰雹啊真的是很厉害的。你就是说，一个是呢，你往相反的方向躲，如果是风的话；如果是冰雹的话呢，那你就赶紧趴到汽车底下了，是吧？到低，OK，洼地方有房顶的地方，啊，嗯，呃，如果你在户外的话呢，你只能就是远离大树，你远离这个高层建筑物啊，你躲嗯，啊，想办法躲，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但这嗯，次啊，你发现了吗？这个很多的这个孩子，江西这个有个学校里边儿那个他们发的比较多，说走嗯，不动啊，水也很大，就根本就跑不了啊。这个树刮飞了，你可能你出去正好被树撞上了啊。再一嗯，个，比如说电杆儿，电杆儿倒了以后，这个没有及时断电的时候，它可能是吧？它会影响水里有电，你次生啊，灾害啊，水里有电，是是哎，是，都电了你啊，所以嗯，其实这个强对流天气这个防啊，和我之前做过那个关于台风的里边儿是类似的啊，就是嗯，呃这种短时强降水啊、雷雨大风啊，大部分都是呃春夏秋这3季比较多在南方，冬季呢还嗯，是比较少的。啊，嗯，龙卷风呢，一般来说呢，我觉得就是，4到10月份夏秋的时候，这种强对流天气比较多。啊，冰哎，你雹呢，就是现在见过龙会比较卷风吗？我见过小的，没见过美国的那种追风者那种没见过。是是是，我是没见过这个东西，台风嗯，见过，龙卷风没见过，然后地震对，赶上过几次了，这种有感地震，对，对对对。嗯，反正如哎，果是去日本啊、韩国啊，去把日本或者台湾的日本、话呢，这台种这种湾应该遇到这个情况是机会还是蛮多的。对，我在日本，然对后地震对。完了，白天我就问他们，我说：“这个你们这个不害怕吗？”哎呀，他说一年好多次，然后达到这样程度的，一年怎么着得有个可能5、6回，什么是很正常的。对，他们是，呃，像现在我日本啊，他受其实台风影还有一个响特别大，嗯。是，我现在还有一个困扰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们家住的房子呢，我们搞不清楚这个紧急通道在什么地方，或者说逃生通道是怎么走的。你像你住20几层、嗯。十几、20几层，真出了什么事儿，你们家的这个逃生通道在哪儿呢？这次在楼下就握着洗花香氛的小伙子就说：“这嗯，以后可不能住高楼了。”他就觉得就没地方跑，跑不急。实是啊，际上跑真不是办法，跑也没用，嗯，就是疏散的话电梯也不够用。那么嗯，比如说我们这个逃生通道啊，就是目前这高层来说，我们就是楼梯啊，只有这个嗯，紧急楼梯。这个楼梯里面上一次我们小区群里边儿就有人讨论过这个楼梯，就是那次找大火的时候，知道记得南京是是是，大火。南是，京大火呢，大家就对防火门有讨论，然后呢，所有的人都在群里边发防火门各种被打开，这个液压的闭门器被破坏，或者嗯，是保洁呀，为了自己方便把那个东西打开，也有业主故意把那门打开放东西的，就是这个嗯，防火门根本就没有用，大家紧张了一阵把所有的防火门归位了。那么这一次我下楼梯看，所有的防火门又几乎打开了。就是这个逃出嗯，通道就在边上。其实呢，就是如果真碰到紧急情况的话，我觉得啊，注意高层，起码就是5、6层以上的，这10来层以上的吧，这个通过这个在真的大灾害面前啊，嗯，是徒劳的，徒劳的，是徒劳的徒劳的。，OK，因为没办法，没办法，电梯运力也不够，并且嗯，电梯呢，它会在有地震功能的电梯呢，它会在地震发生之后呢，自动停驶到指定层开门把人放出去，这是它的规定哦，操作。我们小嗯，区有一台电梯，刚才物业群里面儿就说有一台电梯脱槽了，钢丝声，你说多吓人。哦，我上来时候坐那台电梯就声音特别大，我说这不是导轨的问题，就是我当时以为是其他部件呢，结果是嗯，更惨的，就钢丝声脱槽了有一根儿。嗯，那是很吓人的。
是。那就是说我们现在实际上所谓盖的这个高层建嗯，筑的这些楼梯，就是防火楼梯。啊，对，对。你可嗯，能因看过吧？为我们之前有一些国外的视频，逃生的，滑梯嗯，下去的呀什么，那些对于这个高层、超高层是没办法的。基本上啊，无效的。因为我们在国外你看到三五层很多楼都是还可以。在这个楼面儿外头有一个楼梯可以下去，但是咱们在国内的这些楼就没消见过这个啊。防楼梯，消防楼梯，对啊，咱们国内的楼就没这它东西。消防楼梯呢，在楼外的话呢，原因呢是两个可能啊，一个是它建筑当时的设计就是这样儿的，一个呢嗯，就是后加的。国内嗯，来说是绝对都是后加的。消防员嗯，严了之后呢，他要专门弄一个消防的这个逃生楼梯，一般都是钢结构嗯，焊制的。国外呢很多都是老建筑啊，它国外好像嗯，是它那种敞开式的建筑更多，咱们都喜欢把它封起来，是吧？就像以前那嗯，种筒子楼一样的建筑都很少了。啊。嗯，我个人感觉呢，住高层啊，你只能指望开发商的联系发现，它的整体的结构质量好，这就没问题。实际上呢，嗯。就是我残存那点儿理智告诉我，这个楼不会塌的，但是还是害怕，这个我觉得还是就属于害怕。是到那个时候就认命就好了，就别想太多了，对，对，是对吧？这样的。你像我对对在对。东京碰上地震的时候，正好在厕所里头，然后那能怎么办呢？啊？只能认命啊，对吧？这个出去就社死了，对吧？所以这个也没办法，而且我后来哎呀，也想，我说我在这个房间的最安全的地方，就是对于地震来说，厕所对对对其实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对对，是的是的，这个还是到了正确的位置啊。正这确的位置，个，嗯，承重墙多，然后呢，看它整个儿的那个空间对。又很小，周围还有水，对嗯，吧？就是这个是没嗯嗯。有什么地方比厕所更适合逃避地震的地方了。是啊，这回地震呢，这个现在消息呢，实际上震区的有些信息可能还没有过来啊。这个我第一时间搜视频的时候呢，就台湾的那些媒体啊刷屏了已经，就个人发的嗯，视频排不到前面儿是吧？就是 是是是，TVS 啊、中天啊、中立啊这些东西，三立什么的，不停的，他们的更新速度真的是很敬业，并且小蒋啊，蒋万安在开发布会的时候还手机滴滴滴滴滴滴余震的嘛。还是挺镇定嗯，的。这个讲完发布会的时候看这个络腮胡子、黑着个脸，就是很严肃的啊。这个起嗯，码你这个首长啊，在地震的第一时间露面儿，这个对安抚民心是有帮助的啊。他们有这种嗯，比较成熟的机制。哎，大灾大是，疫面前，你领导是吧？你不能往后退。是是是，了解。那你觉得对于这种地震，你还要对大家比如说有些什么样的建议没有？或者说是遇到类似这样的情况应该咋办？像地震的话呢，这个可以说大家都有自己这个一套想法啊，各种各样的号儿啊、公众号儿啊都在传播。嗯，就我今天的自己的反应来说，我是不及格的啊，我是反应嗯，是不及格的。第一个那你方案是对的觉得应该啊，怎么办？拖着被子蹲到卫生间门口儿啊，对，这是对的，这是对的。这是对的。然嗯，后呢，克服不了内心的恐惧啊。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内心对开发商的质量是不信任的，我正在修嗯，他的遗漏的防水工作，我就嗯，天然就对这个开发商不相信。哎，嗯，所以这个地震，我觉得最怕的是信心的丧失。当你对这个建筑质量丧失信心，对你所住的开发商丧失信心，甚至对社嗯，会、对生活丧失信心的时候啊，那你就怕的要死了。我自己想想，我是对开发商没信心。实际上呢，好吧，开发商的整体质量还是可以的。还是可以的，OK，嗯。了解，咱们看看大家都说了些什么。哦。啊，对对，是是上一年多哈。还是上上年出现过风灾，把住在楼一面落地窗全趴了啊，全扒了。这个看来就是去年前年也出过类似这样的事情，不知道它在哪儿。嗯嗯，对对。对，两个小孩儿吹下哇，人还来一个不少呢。是，对对对，对。我不干超道。宋哥终于不搞超导体了，恭喜。我感谢范总啊，把我从坑里面挖出来了。这个坑太深了。这个是有人问两个啊，我得感谢老范两次啊。第一个就是嗯，让我用这个 StreamYard 的这个直播工具，我刚才嗯，不是试了一下，非常好用。第二个呢是连线把我从坑里挖出来了。嗯。你继续。有一个人家讲是一个在25楼，一个在11楼，这两个掉下来的。啊啊啊，对。
住户在南昌比较偏的地方，东边有个湖，层高最高19，旁边还有一个多联排别墅，很奇怪。而且南昌主要是南北风的这个什么往西刮的，很奇怪。对，它那个方向，因为你刚才看那个图，它实际上是在一个角上，对对对。所以它这种其实按道理说，这种角上的它不应该这样。嗯，是，反正这个当时的这个气候条件确实比较复杂，所以这个东西预报啊，也是嗯。一个象征性的这么一个说不而好听的且像他就是一种这种呢，就是有的时候你真的是比如说政府勘察完了以后说你这个窗户装的不合适，对吧？他会闹你好多年的，就是我就不嗯，认，我就不服这个事儿。所以有的时对，候呢，你也不能说就政府怎么样，他真没法说这事儿。应该就是一个极端特殊的个案，天气，个案，对嗯，对。就是人刮出去是个案，但是，这么大的风把窗际全刮掉，这个事儿确实是，让大家这个就是没见过。大家也是觉得很奇怪啊。直接直播控制，这个我们还是要这个灾害我性的要们注意啊，老控制表情，范给我提过醒啊。要控制表情，对。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前2年高周转导致工程上细节的质量没有把握好，到时候看看窗框上是不是把泵膨膨胀是吧？胀螺栓打够了，对，是这样的。这个啊，要看，但是最终呢，其实我们能够得到的结果也未必是事实，我们最后能得到的结果就是老爷认为应该是这样的，嗯。对吧？还是住平房安全，这个要看，要看。这位朋友好像是在泰国，因为泰国清迈是每年有一半儿的城市会被淹，哦，它就是下大雨，然后有一半儿是就是他们告诉你看有条斜线，然后在斜线这边儿就会招水，另外一边儿就没事儿。清明节快乐，清明节咱就不说快乐了吧。这个飓风狠刮，竟吹走整面墙，女碎楼王三立新闻网络，对，这是2020年啊，这看来哦，这个在台湾估计也出过这种事情。就是我们但是你说台湾它其实台风还是存在的，我们在江西这个地方确实他们没见过这玩意儿。在江西应该是对，一个人一辈子也就碰到过这么一次这种，对啊，你也包括差不多的。去年还是前年郑州那一次，把人这个有些人在这个隧道里没跑出来，他们估计以对，前也没见过这东西。郑州，你所以说你下个大雨就能整成这样。郑州雨是确实是有过几次大的雨，但是这个嗯，把地铁全给灌了，这个是是，这是人的其实问题。之前就发生过了，只是台风，对，台风我觉得是可以理解，而且就是有台风过境的地方，大家都会小心。对，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哎，这个事情，我觉得呢，你到这个时候，我们没必要说这事儿一定怪谁，对，分不清对吧？了，分不清了。嗯，对，这个其实意义没有那么大。我记得那个时候看那个 HBO 的那个美剧叫《切尔诺贝利》，对吧？他嗯，到最后就没有人关心真相了，我们只关心谁该背锅，嗯，对，这个是没有意义的这个事儿。嗯，下午居然直播，对，我们经常这个偶发性直播啊，这个我干的特别多。这个落地窗膨胀螺丝也不一定能锁死，没有锚柱啊，也只是打螺丝，遇到风灾是顶不住的。在广东绿化树都不能太高啊，定时有人修剪，否则风来了砸一片。我觉得应该是地方规范太旧了啊，跟不上实际情况。但是这个地方规范这事儿啊，你真的把它弄得很严格了，其实未必是好事儿。嗯，总有老范大办法儿战王，这个大战老老范，范这个老范救没有，我出坑儿，这叫。没有，我们就是定期的沟通一下。竹子是浅根植物，不是防对，风植物，好吧？
对，其实好多这种人为干预的这种种植就是你过几年会很麻烦。像北京现在过敏，它种了一大堆圆啊，柏，然后最后导致过敏。啊，日本现在好像也是种了一堆柏树导致过敏，因为我去的时候他们说："啊，你这个花粉过敏。"然后我说："是不是樱花季？樱花开了。"他说："樱花才不过敏，都是柏树过敏，对吧？"而且北哦，京以前是柏树过敏，只有春天过敏，秋天是不过敏的，现在北京秋天也过敏，嗯嗯，因为他们为了防风固沙，然后种了一大堆那个叫什么蒿子杆儿，然后那个东西是秋天，哦，然后会有什么东西出来，然后现在导致嗯，北京还有包括内蒙一带，就是整个春秋天都过敏。属于北方草籽儿过敏，草籽儿过草敏那种，籽过敏、花粉过敏，这就对，没办法。花粉过敏，对，直播嗯嗯很正常，什么时候直播都是可能的啊。嗯，一倒一定是倒一片，是的。这件事情首先不是极端天气，而是豆腐渣工程。刚刚听了一位建筑学的博主说，这件事情要么是建筑质量有问题，要么是业主私自改建的窗户，导致窗户气密性出现问题。这个我觉得这样，就是说，它改完了以后也好，或者是它本身建筑质量也好，通常情况下还是没问题的。就是你不可能说把一个建筑变得嗯，100%都 OK。对吧？它只是说我可以扛到几级地震，可以扛到几级风，或者是什么这样的。只是呢，咱们国内可能有好多东西标准并没有那么清晰，相对模糊一点。这个那个改建都是一整栋的，好吧？就反正国内的这个改建确实是比较夸张。前一段时间不是在东北，在哪个嗯，地方是有人拆了一遍承重墙，然后最后让他赔整个楼的钱，对。是改了一个什么健身那个房是吧？楼啊，因为对，他把整个2楼的一个承重墙都给打了，并且是把那个设备啊，那挖掘机啊，是不是那小型的那个带斗的那个机器啊，都到2楼施工。结果最后嗯呢，楼歪了嘛。现在这个没有后续嗯，报道了，可能我估摸着当时结论是呢，已经经过这个紧急救援，楼稳住了，可楼稳能住了。还得回去住去。对，对，你不回去住，你咋弄啊？是，我看看，赔到破产吧，赔到破产你就这样的。这个啊，这真没法整。现在都流嗯，行这种落地设计，是这样的啊。落地设计，就好多人我发现落地设计是跟谁学的？跟苹果学的。就是苹果所有那苹果店里的玻璃都是专门生产的，每一块巨贵对，无比，它都属于非标玻嗯。璃。然后大家觉得，哎呀，这个东西实在是太帅了，对吧？然后我们都要去学。就是你看任何一个苹果店的那个玻璃，都是专门找地儿生产的。实际上海边儿啊、沿海啊，就是你看去日本啊，或者是咱们这东南沿海啊，或者到台湾，那些店铺，它第一个嗯，有卷帘门儿的，它一定要拉下，没卷帘门儿的呢，以前呢说是搭胶条儿后来都直接钉木条儿，钉木条儿嗯防止这个台风过来。啊，你好看不好看，这完了把玻璃先保住。嗯。但是胶条这个我真没见过，因为我在上海赶上台风，然后在杭州，包括台湾我也没见过贴胶条的，那玩意儿简直就是二战的时候等躲轰炸的时候你才贴胶条呢。哎，对，你说对了，对，那个就是那种冲击波，它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啊，能加强这个，但是也看玻璃的厚度了。有时是候，是是，那个那么厚度的玻璃顶不住的话，你胶条也是徒劳的。你换个心理是，上的这种安慰。嗯，对，也有人说南昌风大把人吹下楼，感觉就是意外天灾，没啥阴谋嗯，论。啊，这种阴谋论呢，我觉得反正我们没必要去管它。这是有时候8:30才醒，不知道你们在干嘛。这个我估计嗯，是早上起来他起晚了，嗯，睡觉的时候应该感觉不到的，感觉不到。确实是感觉不到的。对，日本一开始报今天台湾7.3级，最后升级到7.7级，比约一日日本的地震还高。对，这是扎库在大阪。中国今年第4号台风哈格比4日凌晨3点30分前后在浙江登陆，台风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到13级。根据南方都市报报道，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镇花岩
这个字儿是什么？焦村委焦会的，花园焦对，村，一对。位女性居民关窗户时，竟然因为风太大，直接从11楼吹落坠亡啊！哈格比，是是，就有阳台被吹掉的都。对，2020那次的事故现场照片跟这次差不多。是的，在台中的亲人，他们住30楼，这晃的呦，惊恐。30楼那是是挺太近了，吓人的，对，它离震中关键是近的，那离嗯他要在台中的话，到那个震中地区，我估计100多公里，200公里，嗯，也就是那个数。这次是我还花莲市震中是吧？对，它是在外海嘛，在外海海上啊，啊，在海上，对对对，因在外海，为这但是个台湾还是蛮多高楼的，对，特别是台北，还有101这样的楼在那儿。对对，嗯，因为我们以前是在台湾101的那个台北101的87层还是80几层，那玩意儿晃了就别动了，就是爱谁谁了那玩意对，儿，它楼里边也有那个有摆，有平衡板嘛，嗯，对。现在这个我比较奇怪，为什么没有媒体提到之前的事故？我觉得媒体肯定也是说，我们把这次事儿说完就完了，对吧？你不停的翻这种旧账，对于他们来说，反正至少从广告收入上来说没好处吧。扎库这次地震是全台有感，好吧？这个大陆是江浙一带有感，因为我也问了一些上海的人，他们说有的说有感，有的说没感，然后深圳好像基本上没感，北京基本上无感。基本上和台风经过的这个省份差不多是一样的，就好吧？是你看广东北边福建、浙江，就是嗯，感觉是最强烈的，这比较近的是，地方。我是第一反应肯定就是花莲地震了，之前嗯，几次都是它那地震。好吧。消防栓能不能正常出水，这真不好说。我告诉你，咱们现在这些消防设备到底好不好使，灭火器灵不灵，对吧？嗯，家里有没有？我们家有没有灭火器我都不知道，搞不清楚了。然后那有个消防栓是，嗯，消防栓，我不知道我们楼的消防栓在哪儿啊？好像在5楼，好像有。我们那儿是肯然后定有的，因为那个是吧？它定期这样，检查吗？我们防火门对遇到我们楼堵塞下呢，就是堵塞问题啊，没事，推荐你直接断哈，12345市你断。场热线，举报物业处理有用的。是是这个，但是防火门这个事情我其实一直没太搞懂，到底是怎么个工作法儿。它防火门的目的是不是这样？就是说，我外边着火了，然后我防火门里头的这个楼梯是可以保证人能够上下的，不会烧起来，对，不让串火，不让不让串火。串火啊。对对对，它有一个闭门器嘛，有内置闭啊，门器，有外置闭门器。这个闭门器呢，就是按道理应该是你松开手之后，它自动恢复到原状。但是嗯，这个闭门器呢，质量呢，有369等。第二个呢，有是，人为破坏。所以对，呢，如果大家留心，你们所有的防火门相当比例的可能都不正常，就是这嗯，这这又过去了，很快大家没人提了防火门那个是问题。是是，对，嗯。了解。这个看了啊，然后是地震高层建筑会塌吗？这还得看你震多大，对，还得对吧？这个看建筑质量。建筑质量，对，嗯，土耳其那次地震，叙利亚的地震，土耳其和叙利嗯亚一块地的震，对吧？那次你嗯看有个高层建筑，不是土耳其马上就抓开发商去了吗？马上就把开发商嗯给抓了，那个嗯公寓整体的倒了。嗯。其实像汶川的地震里头，有些楼是建筑质量绝对是有问题的。对对对，我是参观过汶川地震遗址，就是他啊，们我忘了是哪个县了，就是他们专门有一个县，就是弄完了以后说我们再不建这个县了，不恢复了，整个就把这个县留在那儿，然后成为一个地震遗址就搁那儿了。
然后呢是在绵阳外边的一个县，它有些楼就整个就没了。然后那个质量很好的楼，比如说像什么公安局啊，或者什么这样的楼呢，就是它会就是会往下挫一截儿，但是呢，那个楼整个不倒。对对，钢筋混凝土的这种结构施工质量要好，它可能对，随着地线啊什么的整体的变形嗯，啊，但是它没有局部的这种抗是，住了，还是他们是我当时普通的这去看，就种砖是他们的混结构的不行。农贸市场是整个都没了，整个就是平了，就整个是平在地上的。然后呢，什么大的政府啊，什么这些呢，还都是就往下错一些。然后他们大量的这个住宅楼，就是这种单元小区的那个房子，都还是完好的。然后最后是他啊，们等于地震完了以后，这个又来了一次泥石流，然后整个一层或者整个下边全都是淹掉了，哇，就下那去全是泥。太惨了就。对，然后还有一些是山体对，滑坡，就是你看着一块大石头就从这个楼中间穿过去，从山上下来，所以最后说我们就不重建了，就这样了。我在对，泉州的这种朋友钢筋混震感凝土的，也非常强。反正是是泉州市的。是，台湾人面对地震还是很镇定的，有个主播还在坚持在地震中直播，好吧，这个也行吧。这个地震，对，比较敬业的还是啊。下次我赶上地震，我要把直播打开。嗯，越冬过这个清明广东。节了，他们都能够感受非常明显的震感，客运已经停运了啊。是，杭州东因为站的这个高铁啊，全停了。啊，停了一段时我间，全晚点了。是因为高铁这个东西，你遇到地震或者遇到这种灾害性天气是一定要停的，因为它速度太高。对，而且你想它造高它应铁的时候，中间那个铁轨上是没缝儿的，它就是为了让你达到最对，高的速度嘛，它要一定很高精度，要不然你300多公里你是没法整的。对对对。还有这个冻嗯，雨，冻对雨是对，可能南方有，老范精力真旺盛啊，这个还好那还好。确实是，我得佩服，饭精力对，确实很旺盛。嗯，看1818，看到过好几个拆承重墙的。拆承重墙这事儿真反正这个中国的这些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业主也好吧，他自己的这个责任心也确实差点儿。嗯，是的，我碰到过这样的事儿。我嗯，的一个朋友啊，他本身就是在公司里边儿负责这个项目的，包括一部嗯，分建筑啊，就公司里边儿都有这样人嘛，就相当于后勤啊，这样的部门，嗯，辅助性的非生产部门。但是他呢，在北京新弄了个房子，也是为了让孩子上人大附啊什么的，这个弄了一嗯，个就接近的，很不嗯，错的房子，其实很小的啊，他自己嗯，改。那他找了专业人士咨询，就问人家我这个承重墙能不能拆？你能让嗯，人家怎么回答你？人家说告诉你这个承是，重墙可以拆吗？对，他就是想拆，找一个心理安慰，别人是不是是是，会替你，做这个决承担定的。这个责任的，对。这当时正好是台湾的建哈尔滨那个筑质量，楼出来之后。那就没人敢了嘛。说台湾的建筑质对，量还是好，现在死亡的7个人都是在野外被落石砸中，建筑里暂时还没有。如果这么大的地震发生在国内，损失不敢想象。这个事儿呢，也得看发生在哪儿。这个其实北京啊，什么这些地方，就是在地震带上这些城市，其实抗震还是可以的。就是怕你这个，比如从来不地震的城市，你这个确实是很危险。对，因为原来他们四川汶川地震的时候，他们讲是什么？就是那个地方以前不怎么地震的，就是它的抗震指标什么其实没有那么高。然后是，反正也有人讲说是因为修三峡，因为它整个的承重就是整个地脉的承重在发生变化，所以搞了这么一次。但是这个也不好说，因为地震好多原因，其实到现在为止大家也分析不清楚。哎呀，这个确库克实是，这个汶川大地震也催生了上百篇论文，也没说出个是所以然来。说不上出来的，百篇论文。库克出来挨打，库克跟他有啥关系？台湾有人住台北啊，家里被晃得一片狼藉啊，这个是比较吓人。哦，我刚侧看明白。脸的降
就是你说你这个字，这个评论里边儿这个字不一定是 YouTube，也有别的网站的是吧？不是啊，都是 YouTube 的，哦，那它下边儿有的带个 YouTube 标志，哦，那好吧，不都是这你看啊，挺带 YouTube 的标志的是我的，然后 YouTube 标啊，志上头带一个像连接符号的标志的是你的，就是从你的哦，频道进来看的是那样的。好吧，我看了半你像天没那个上面那看明白，个有点儿东西就是从你的频道来的，如果比如说我们在Twitter 直啊播开开，它就会有人带 啊，Twitter 的标志进来。好吧，这回可以学习了啊，下边儿我再对，继续用。那楼是说继续回去住了，有刷到视频，估计是东北拆重庆墙那个楼。啊啊，还真回去了，是，这个心里怎么这个心里怎么那你没能放得下？办法，这个怎么办呢？对吧？嗯，日子总要过对，下去嘛。嗯，台湾像高雄、旗津、外岛等有些窗户外面还会啊，有铁卷门啊，这个防风，就是防风，妥妥没问题，好吧？全落地窗，简直费电，夏热冬冷，是这样的。是的，嗯，两个大帅哥，真是石老师。石老师也上来了，对，台北盆地有长长指效指效应。效应啊，什么叫长长指效指效应啊？长指效应，它指这个地震是吧？应该是吧？还会听不见了，雪上加霜。也没声儿了啊，没意思，在，嗯，每一层都有消可以，有声儿防栓的，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我们这儿有没有啊，映秀线。对，映秀线，就刚才你没说那个县名嘛，我也没想起来，对，是映秀线，嗯，嗯，汶川地震暴露了豆腐渣工程，是这样的。哎呀，我告诉你，什么叫豆腐渣工程？你们见过广州的那握手楼没有？那才叫豆腐渣工程呢，就是它盖的时候压根儿就没有任何资质。那个两个楼近的，就是说这个楼的人伸出手去，然后跟对面这楼的那个握上手，就是你任何的能够做出这个建筑审批，你都不可能让他盖这种楼，就是。啊，那哪个楼先盖的？应该是先盖的那个楼没有大问题，后盖那个楼就出问题了，那就不是吧？好说了，因为他们可能它的离人都没有太近了嘛，资质，大家都没资质，然后就开始胡盖。啊，广州是有好多那种握手楼，就是它在有一段时间发展实在太快了。对，那郑州也挺汶川是多这样楼，很多学校是这个确实是豆腐渣工程。日本地震就是大的逃不掉，小的楼不倒，隔三差五晃一晃，所以大家相应都比较淡定，是这样的。你大的你也没招儿，听天由命就好了。911之后对超高层消防做了规范，好像是必须每8层或者是12层，必须要有防火层。防火层是，我还真不确定现在这个楼里哪个叫防火层啊。汶川之后对超高层提高了抗震规范，但是我觉得只能防小灾，这个其实住高层或者超高层，地震、强风、消防方面的风险永远是存在的，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啊。这个而且关键是什么？就是很多规范你提升了以后呢，你还要相信不相信这个执行规范的这个机构，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刚才啊，那个朋友说那个长指效应呢，我还简单的查了一下啊，查了一下啊，它指的其实就是软土层放大，哦，软土层就是放大等于地震波你遇到地到了这震的时候个台更危险。啊，对，它软土层呢，就是台北盆地里边儿主要是比较厚的软土层，所以地震通过这些软的这个材料的时候呢，相比岩石啊，它们的振幅会放大，就造成更激烈的哦，这种地面的就这种震动，也是盆地效应，嗯，反正这种东西就彻底的地域特点了。嗯，嗯，继续吧。广州的握手楼还会盖好了，楼上再加盖，是这样的。我这儿凌晨3点多你不睡觉，这石老师，这是在美国。那精力太旺盛了啊！是，贵州这儿有个小区，消防栓和水管都对不上，结果失火烧死人了。哎，这个就没法说了呗。你看有人认出你老宋，这是老宋。是的，老范下次在地震的时候直播，可以在地上跳个街舞。这个我觉得啊，地震首先它还是个自然灾害，如果
能够赶上直播的时候正在地震呢，我们就接着说啊，不让它停。但是呢，我们也没有能力说预测准什么时候地震啊，这个现在全人类都没有这个能力。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尽量不要去消费和娱乐这些灾难啊，这个是没有意义的。对，老范加老宋，是的，我们两个凑在一起了。这个刚才说北京的过敏植物是有什么？圆柏啊，就是以前北京是要侧柏，后来呢，就是对，好像就是08年开奥运会，然后种了好多这种圆柏，据说是可以把这个风沙阻拦一下啊。然后内蒙种的是叫蒿子杆儿，还是叫什么？就是这种防风固沙的这种植物。当时还有好多人去得奖，说因为防风固沙种这个蒿草，然后去得了很多奖。但是现在呢，这个事情都是造成了反正很严重的后果吧。现在是特别逗是什么？就是前一段时间北京市每天报说我们这儿的花粉浓度到多少，花粉浓度到多少，然后大家就打电话嘛，说你们其实是可以治理的，就是给那个树打针，让它这个等于是阉割掉了那个方式，它是可以不喷花粉的。然后打针打多了以后呢，然后最后我们就是不许报了，说以后我们再也不许说这个北京的花粉浓度是多少了，这个事儿就解决了，对吧？我们通过了这样的一种方式解决了这个花粉过敏的问题，就是这个事儿不许说了。也是原柏的花粉过敏是吧？原柏树它也有花粉的。对，而且它那个花对粉就是你对是，如果这是一棵树，然后旁边有太阳的话，你会看到那个整个空中都是这个喷出来的那种花粉，那是很吓人的嗯这个。嗯。长指效应啊，是一种影响地震震度的因素，又称盆地效应。当震源在地震波传到地表时，因为地表表面的地下介质软硬程度影响此地的震度大小。是的，也有人给我们写的。对，防火层嗯，是层高比较低的，专门空出来的一层，不住人的。哦，这个现在有这种东西吗？就没有这种感觉啊？呃，南京好像，哎，那个南京火灾的时候，是不是我记得有一层就是防火层啊？当时说但也没有那自行车效果呀。停了层，我真我都想不起来了。啊，有这可能它个防火层。设备层、防火层较低的，嗯，嗯，是。更年期女性生物钟紊乱，好吧。好在是自由职业人啊，可以随心所欲，好吧。这个还是要注意休息啊。现在的情况是防火层全用来装设备了，防火加设备层，感觉来事儿了，跑里边儿更惨。全都是配电箱、高压水闸等什么的。啊，这个中国人这种实用主义，我能想象得到，会干这种事儿的。那是设备层了，就是。是，就是防水加设备吧。自从2016年辞职以来，我就再也不会去找个单位上班了。自己做多好啊，对，是这样的。当然我现在还盼着有人给我发薪水让我上班啊，这个咱们得说清楚。嗯这个感觉这种嗯，瞬间强烈的湍流属于混沌数学，无法预测，也基本没办法预防。这次日本海抛锚的游轮就是遇到了哦，这个疯狗浪。疯狗浪，对，瞬间倾覆，完全没有应对完的时间。全没有，我觉得人类在自然是。面前还是比较脆弱吧，这个没什么好说的。这个很多天灾确实是没办法的，是，你就没办法。嗯，我觉得最有感的是柳树、杨树的小毛毛，好讨厌。嗯，这个月就要来了啊，是的。这个柳是。絮跟杨絮呢，其实它确实很吓人，但是它因为什么没有那么多因为这玩意儿过敏的也有，因为它还比较大，那个过对。敏的好多东西它很小。我以前住在苏州的时候，对门儿那户差不多天天是电动车运到楼梯间啊，从他们家里拉出来，拉出线来充电，这都很危险的，这个是非常非常他还危险的。知道拉出线来充电，不在自己家里边儿。
这个也是够可以是。的。嗯比较讨厌桃子上面的小毛毛，好吧，这个看来这个过敏的人是很多了，给物业打电话投诉。中国的很多的物业也好，或者一些基层机构也好，他们是就是叫抹稀泥型的，就是他并不给你解决问嗯，题，对对，是的，对吧？你我就碰到旁边有这样的事儿。嗯对啊，你肯定你比如旁边有人给你捣乱了，或者吵了你了，你嗯去投诉，人家就各打50大板。嗯路正好对着这栋楼啊，明显风水不行。哎，有人提到了风水的原因啊，哎，玄学，这也是个选项。其实也不算玄学，就是风水，其实好多是跟这种地形嗯，地貌是也有一定关系。对，对，就是那种这风水风水就是一不是完全个触发。的玄学。对对对对对，对，风水不是完全的玄学，这嗯个非常大的安全隐患。不过这个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这个怎么说呢？就到现在为止，天天着火的这些电动车电池呢，其实基本上都是电动自行车电池，嗯。就是汽车动力电池是很少干这个活儿的。啊，因为它那个质量保证要高很多。一说这个事儿吧，我心里又提溜起来了。这是我对我嗯，们的建筑啊，不太有信是，心的一个原因之一。就是我嗯，所在的小区里边儿是中国电动车密度最高的，因为它就是一个车厂的家属区，我就不说哪个车厂了，员工呢半价拿电动车，所以呢，我的楼下呀，真不夸张，一半儿是电动车。然后我每嗯，次经过在地下室经过的时候，我看到一个一个充电站，我心说，这当时设计的时候，它整个这个容量够不够啊？这电线，这嗯，物业就亲自物业给拉线，拉根线，那是，电动车就装上了。我是觉得是有嗯，隐患的，所以我自己还是有点儿每次想起来是有点儿害怕，这样的。是是是，对，电车多了以后，这个充电也是挺麻烦的。就小区当时设计院，它是不是考虑到这么大比例的电动车要充电啊？而且是同嗯，时充电。你想是。想，就是设计院呢，它是不是有这么一个这个那我前瞻性的估计像你思维？们小区里头应该都不会上那种高压快充，就它功率我具体不不会太大。太了解，反正是很高。嗯，就是个电器嘛，大功率电器。是。说商业楼盘见过防火层，我还真没见过，下次找地儿瞅一瞅。杨絮过敏的人挺多的，打喷嚏，建议北京少种点杨树，多种点槐树。但是你要注意啊，就是为什么他们去种这个什么圆柏，种这个杨树，因为这玩意儿它长得快啊，对吧？对，它速生的。种上没几年，它蹭蹭蹭就长起来了。你种个槐树什么的，这个一个是它长得也比较慢，然后可能也没那么好看，还有一个种槐树，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就好多单位也好，家里也好，他不乐意，因为槐是旁边有个鬼嘛，就很多人是家里不乐意种这玩意儿，种玩意儿不吉利。对，唉，骑自行车、电这个动车流行，对，迷眼迷眼睛。的是有。三角柱形状的建筑，比较不稳。其实这不好说，因为现在北京是有一些这种比较奇怪的异形建筑，对吧？你比如说像什么中央电视台那大裤衩儿那种，你说那它稳当吗？这个，对吧？它也就这样了呗。实际上但是我觉得还是在于计算上，还是在于计反而是算啊。异形建如果能有一筑可能会更个比较好小心一点儿。的计算。对，电动车就最好是别在屋里充。现在我们小区都是专门外边一柜子，就是你要充电，你就把那个电池搁外边，搁柜子里充去。老小区充电桩应该会统一改造增容，是的，但是他肯定也没想到说，比如我一小区里头有好几百辆车同时充这事儿，他也没想过。我把这是刚才他说的那加了什么？个三角形建筑啊，图上来了啊。等会儿啊，这就是他说的那个所谓三角形，这个楼啊，这是我做的一个街景的抓取哈，就是这个楼它这边儿的柱子剪断了，往这边儿倒了，就这种的。他说的三角形建筑好像不稳，可能是说的是这个，这是媒是花莲体报道的比那楼吧？较多的。就刚才啊，对，花啊，莲那个地震的时候
剪断的那个楼，就是刚才他说的所谓三角形建筑，它正好在路边儿，它靠近左侧的这个墙，那2个柱子，你看它只有几个承重柱子，没有下边儿这个，当然它也不承重嘛，它有对，屋有砖要砌满了，没准儿还能支撑嗯，一些，所以它就这样整个倒了，就这么个建筑。是。嗯，这个古时候风水跟建筑学这风水反而是一个很复杂的学科，很混沌的、很复杂的学科。看过几次大风吹走人和地震，然后才体会到哇，为啥日本的高层很少做一整面儿的玻璃墙。是的，这玩意儿是，这不很危险，很危险。在日本近10年没花粉症，5·1到北京3天就柳絮过敏了，好吧？这个玩意儿不一样，这每个人不一样。充电桩啊，他们就是没文化呀，只图自己方便。这个，哎，这个很多还是叫什么呢？就是你基层管理不是那么严格。直播不预告，这个我们今天就是准备这个给大家突然我袭击的。你看我，们测试一下，然后老范把我拉坑儿出来，教教我怎么直播，对对对，用新软件。没什么准备啊，啊，就上来对，就说早些年都是阳台飞线给电驴充电，现在这个是不允许了，现在这个已经很少。对其实北京可以种点法国梧桐，梧桐包括泡桐也是那种长得飞快的，但是对，梧桐是不是还要稍微暖和点儿地方种这玩意儿？他说的这个挺好的。阿里嘎多说这个就是南京啊，这个悬铃木特别多，尤其是南京工学院，就东南大学嗯周边那个街特漂亮啊，那个就是嗯夏天就秋天的时候落叶的时候去取景特别好看。嗯。南京确实好看那边。突发台，是的，我们经常突发。好啊，我们也跟大家聊了一会儿了，然后呢，这一次也是跟大家讲一讲是这个怎么说呢，还是珍惜当下吧，还能怎么办，对吧？然后对，这个日子，这个总还是要过的，然后有一些这种极端天气会产生，而且可能我们就赶上了这个极端天气相对密集的几十年了，那这个我们没法挑选。你说我一定要挑选这个稳当的几十年，这个事儿不是我们能选择的，对吧？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反正出了事情呢，我们自己也是还是冷静处理，对吧？其他的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对，对，保持信心吧，啊，这个起码保持信心，对自己的信心不能倒，这个信心是对，最关键的啊。是是是。然后我们后面还是经常拎着老宋出来直播啊，这好个的好的好的，下次我我一定们早些努力啊，做预告，然后早些准备，对，做一些对吧？准备。这个今天是上来就说了啊，上来就说了，对。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因为我还要准好的，备一下东西，晚上还要准备做老饭读评。好吧，那就先这样，好好好，那我们感嗯，谢大家，感谢大家再啊，见。拜拜。